你到底在婚内有没有对不起他？这个特质除了肉体的背叛，还有精神的出轨。我可以这样说，在精神上曾经有过，好，但是在肉体上我是绝对没有的。那我看书我就能放松啊？你看书你就放松，那我上一天班，为什么我回家我还要做家务啊？那家务是奶奶做的吗？啊，对，那你就这种大男子主义。男嘉宾小严31岁，来自湖南职业保险；女嘉宾小珍28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化妆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跟过去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嘉宾不一样，两位是婚姻中的夫妻，对吧？是吧？是。你们有2个孩子，对吗？是的。对。孩子多大了？大的快6岁了，小的1岁半了。哦，小的1岁半，老大是儿子。老大是女儿。老二呢？儿子。今天是谁想来这个舞台的？我，在他家里生活实在真的是有点待不下去了。啊。因为婆婆对我不好，老公他也对我不好。以前生我女儿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，就是说跟婆婆有什么冲突。但是就是从他弟弟娶了老婆以后，我婆婆就对我特别的不公平。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呢，就随意的摆了几桌。见面礼呀、彩礼呀，加起来就1万多。他结婚的时候差不多是7万，而且他那时候办婚礼的时候啊，办特别的风光。其实我们结婚只差了2、3年。这是比较得出来的。你发现婆家用了2种规格。后面你不知道，因为过年了嘛，婆婆要张罗一桌很大的年夜饭，我就准备跟弟媳2个人去帮忙。婆婆就说：“小红，你不用进来了，你等一下怕把你衣服弄脏，有你嫂子这里帮忙就好了。”当时我听了，我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的。那时候弟妹不是刚来做客嘛，妈肯定是当做客人一样的。你有必要去计较那些吗？你又是家里面的长媳。刚好那一年呢，我跟她就是同一年怀孕的。那时候她就住娘家，我一直就住在婆家。你看我怀孕了这么好几个月了，我婆婆从来没说过准备给我炖什么东西啊，就是说给我搞点什么好吃的。那天呢，就买了1只鸡炖好，而且还买了排骨，还买了很多好菜，就给她打电话，她说：“小红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好菜。”那次不是接过来做客嘛，就是弟媳她接过来我家里做客，她就喜欢去计较、去比较。我坐月子的时候，我住3楼，婆婆住2楼，她都不去看我，而且我坐月子还要打小仔，你知道吧？她都不帮我打小仔，我自己的衣服自己洗。弟弟的孩子他管吗？管。弟媳不是刚生下来吗？他就给他买好多衣服，买奶粉啊，买尿不湿啊。我的崽崽，你知道，生下来这么久了，他都不给我崽崽买东西。你第1个孩子就女儿出生的时候，婆婆对这女儿好吗？第1个是他大的。你会发现说，当弟媳进入了这个家之后，你的家庭地位降低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主要是相差太远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觉得妈妈是不是对待弟媳和对待她有天壤之别？我觉得吧，应该是肯定是有区别的，因为我弟媳家嘛，条件确实是好一些。她家来的嫁妆钱10万，我老婆家来的是1万。所以你母亲对待这2个儿媳之间是有差别对待的，你是看在眼里的。但是我觉得区别应该也就是说，他不看在眼里，因为他毕竟在外面生活比较多。因为他只是偶尔回来，就是说看我跟崽崽一下。我一直在外面工作，我就是想着等我条件好一点，再把他们接到我身边。那时候小孩子小，所以然后他就迫不及待，他就一意孤行，他就自己来长沙的。你知道我刚去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会对我们就是说很好啊，结果呢，他每次一下了班呢，就跑到麻将馆去，他就每天到着很晚的时候才回来。我在外面挣钱，不是全都为了这个家嘛，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。然后我一天工作很辛苦了，我一回到家，他带小孩没带好，就是大的哭，小的也在那里闹，然后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，所以躲了出去，是吧？对。那后面他生日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里准备了一大桌子饭菜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结果呢打不通，到了12点喝得醉醺醺的回来，我问他，我说你干嘛去了？他说同事帮他庆生，他就倒在那里睡了。我当时给他整理衣服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在他口袋里面发现了什么吗？戒指。戒指代表什么？戒指代表爱情。这谁送的？谁送的？那个也是一个普通朋友，男朋友、女朋友？女的。
为什么送个戒指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生日礼物嘛。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但他现在解释不清，你知道吧？他那时候他就嫌我啰嗦，他说你滚吧。当时我还很生气，我就说离婚吧，我们离婚吧。他来自什么？离就离。在什么情形下你接受了别人送你的这只戒指？就是那天过生日那天嘛，就一个同事他送了，当时我可能也没有拆，他说你这个等你回去再拆啊。结果到底是同事还是朋友？这是有区别的。就是知己类型的吧，啊，这样子，我可以理解为红颜知己吗？可以吧。后来这只戒指去哪儿了？这只戒指后面不见了，哼，被我扔了。你扔了？最好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让他拿去退掉。我被扔了，我当时很生气。你这扔了就说不清楚了。嗯，哎，他到底为什么送你戒指？我没搞清楚。反正他一直就没有解释清楚。我也不清楚，因为我去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送我戒指？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心意吧，他也没说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肯定跟他有什么？我觉得。我相信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，妻子在心里一定是有阴影了，觉得丈夫可能在外面有些什么了。我那天就看他在玩手机吧，我就把他手机一抢过来，他心里可紧张了，我就发现他手机里面一天有10几通电话，而且就这一个号码，一打就是1个小时。我们因为是属于闪婚，认识3个月，打了3个月电话，我们就结婚了。跟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们从来没有说超过1个小时，而且也没有超过40多分钟了。这1个多小时也太长了。我最近跟他聊天啊，聊不到10句，我们就吵得起来。对呀。最近一次，我陪女儿在楼上睡觉嘛，我看她一直都没上来，因为我们下面是一个店铺，我们就住楼上租的嘛，我就看她一直没上来，我就轻轻的下去了。轻轻的下去。对。哎呀，你用词太准确了啊！你知道吗？我轻轻的下去以后，我看她在厕所很小声、很温柔的打电话，我一气之下就把那个门给踹了，我就把她手机抢过来，我说你是谁啊？我说你为什么老是11点钟了还给她打电话？你知道她怎么回答吗？那女的。他说：“原来你就是那只母老虎啊！”我当时真的是崩溃了，你知道吧？普通朋友会说这句话吗？因为这个是我业务上非常一个重要的客户，因为他在我手里面买了很多保险嘛，然后他那天刚好他生意上就是亏了很多钱，我肯定就是说我想安慰一下他，我也还指示他给我介绍更多客户。你说过他是只母老虎吗？这个说过。那你肯定说过嘛？你不说过，人家是不会这么说的吗？你看他什么话都跟那个女的说。这个女客户就是那个一打10几个电话，一个电话打1个小时那个吗？不是，这只是另外一个客户。客户全部都是些女的，是吧？他做保险，为什么没男的呢？其实主持人，我这里还要澄清一点，我之前是做化妆师的，面对都是女性客户，她是那种就是神经质，就是特别的去计较这些事情。今年我都已经改行了，我去做保险去了。没想到我换了一个行业，他还是这样子揪着你不放。他现在其实担心你是出轨。其实我真的没有，他真的是想的太多了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离婚，因为我觉得你说的一点都不坦然，好吧？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有2个孩子了。每次我在别人面前说的话，其实我还是挺自豪的，因为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一张照片嘛，就是1儿1女1生1世1夫1妻嘛。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到。我连我的工作都换了，其实我做了13年的化妆了，我竟然今年我都改行去做保险了。我觉得我真的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挽留他。妻子现在比较担心的其实是2个，冷漠是一个表面现象，其实最担心的是你背叛了他，你到底在婚内有没有对不起他？这个特质除了肉体的背叛，还有精神的出轨。我可以这样说，在精神上曾经有过。好，但是在肉体上我是绝对没有的。精神上是不是那个送你戒指的女生？可能吧。3个月，进入一段婚姻，7年，育有2个孩子，一段风雨飘摇的婚姻，我们的老师会怎么帮助他们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先问一下男生啊，刚刚你妻子在说，电话里边那个女人说你就是那头母老虎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笑，你也在笑。我的第一个天然的反应是：天哪，这个男人根本不尊重他的老婆。
因为对于母老虎这3个字，如果夫妻之间调侃的话，会觉得很有甜蜜感。因为老公戏称老婆是，你看你是母老虎；老婆戏称老公是，你看你这个趴耳朵，这是四川常有的话。但是一个外人就对着你的妻子说：“你就是那头母老虎啊！”我能理解你妻子那会儿的愤怒和不满，他不尊重你的妻子。那同样反向可以理解成，你可能在外面你也不太尊重你的妻子，你可能爱这个家，但是你爱这个家的表现并不是真的对这个家好。你可以做好一个职场男性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好一个在家里边当2个孩子的父亲。我前天的时候看到曲老师的微信里边，他发了一条微信，我送儿子去学英语，我正好在这个地方办公，就是一边要陪伴孩子去做孩子必须要做的学业，但同样也不能丢了自己的工作。所以你如果做好了承担一个爸爸、承担一个丈夫、承担一个全家人的主心骨的职责的话，你可能不会那么觉得烦了。同样回过头来，对于妻子来讲也是一样的。当你的弟媳进到你们家庭的时候，你认为婆婆把她的爱分享出去了，的确就是该分享。因为婆婆有2个孩子，她势必要把爱分享给2个人。你刚才跟我们讲，你说我婆婆对我不够好，我婆婆不照顾我，但是我们听到另外一个版本是，最开始你的第1个孩子是由你婆婆带大的，而并不是由你带大的。如果你说第1个孩子婆婆都不管的话，我们有可能说你这婆婆太偏心了。但是事实情况不是这样的。你想过没有，什么人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不想回家，他愿意在外面跟其他同事一起过？因为我带小孩嘛，我肯定就是说，可能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小孩子，可能对他确实会舒服一点点。但是我们也刚过去也没多久。你刚刚那句话，如果我要是你的配偶的话，我也会觉得很寒心。我只照顾了我的孩子，我会疏忽到他。家里边如果很幸福，他肯定会很自豪的跟外人说：“哎，我今天老婆在家里边给我要过生日，我要回家，我孩子还等着我。”没有哪个人过生日的时候只想在外面，而不想回到家里边。你们2个有一个最大的情况是，出现问题都会要彼此的躲避，而不会积极的面对。幸福的夫妻当出现问题的时候，绝对会面对面好好解决，共同去商量，最后商量出来的答案都是2个人觉得对这个家庭、对夫妻双方最有利的。所以好好的去谈一谈，不要轻言说放弃。好，谢谢周老师。我一直在假想，如果现在实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情节，我们反过来，可能问题就不会出现。假设你们俩一起生出了小孩，抚养小孩，在一起就会有沟通。如果你们经历了亲自带小孩，体会了当中的艰辛，这时婆婆再伸出援助之手，你会非常感激她。有一个故事，我相信你一定听过，一个乞丐。每天有一个好心人都会给他10块钱，每天都给，坚持了1年。当突然第2年来临的时候，这个人不给了，这会儿乞丐什么反应？怒了，拦住这个人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给我钱了？”一切源于说，所有给你的恩惠，你非但不领情，你还觉得是理所应当。给你反而是错了，给你就不能给别人，哪儿来的这种道理？所以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你的问题。还有，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老公并没有跟你朝夕相处，他所有做的只是往家里寄钱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又是闪婚，闪婚之后有了孩子，你又出去挣钱去了。有谈过恋爱吗？有没有好好在一起？有没有更深的了解对方？有吗？没有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老公啊，如果说你的幸福的憧憬就是你所说的那样，一儿一女，一夫一妻，那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。媳妇儿有媳妇儿的不对，你有你的不是。这几年就往家里给钱了，你的责任就达到了吗？在家里能够维系好这个家，照顾好孩子们，这个付出的不比你少，反而比你更多。我曾经有一段刚有生小孩之后有体会，有的时候在家看小孩真是累，有时候我觉得上班是一种休息。是，你一定也有这种感受。对，所以千万别觉得自己挣点钱给家里点钱就这么洋洋自得的，好吗？你做的远远不是。所以如果你真是想达到你心目中的那种幸福的场面，就给我把心收回来。
家里的矛盾什么都好办，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，关键是你们之间的感情还有没有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男人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外面累死累活，为了这个家，这我相信。但同时，你也在外面风流快活，忘了这个家。女生说，婆婆在自己和弟媳之间一碗水没有端平，但是你却不想想，你是否为自己的婆婆端过茶、送过水？男人没有责任，女人不懂感恩。你们俩就是2个字儿，闲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在外面拼死拼活、累死累活，为了这个家，他得多么思念自己的妻儿。除了扔2个钱之外，他得给自己的妻子分享自己在工作当中的苦闷和快乐。如果他跟妻子没有办法去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只有一个证明，他在外面不是累死累活，是风流快活，因为有些事儿不能说。如果你要是真的在外面思念着家里的事情，和妻子每日通话，便会去宽慰自己妻子在家里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，他也就不会满腹牢骚。你没有做到一个丈夫的责任。如果一个女人懂得感恩，就不会去老盯着自己的婆婆是不是一碗水端平，而是每天去端茶送水。因为毕竟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是婆婆给自己带大了第1个孩子。你总是说我别的要求不多，我只渴望跟弟媳处在同一个位置上。那我想问你，你有2个孩子，你能拍着胸脯保证你在将来对2个孩子能够完全平等地付出你的爱，没有一点点偏狭吗？不可能。你只看见了婆婆对她比对你在这段时间好，你是否有看到弟媳对婆婆是不是比你对她要更好？你没有看到。所以我们只能做自己，看自己。当然，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丈夫没有起到丈夫的责任，所以你才会觉得老天对我如此不公平。所以在这儿，我认为你们之间不管今天是好与不好，你们都应该在接下来开始独立的带2个孩子，你带上1年，尝尽里面的酸甜苦辣，那个时候再去讨论离或者是不离，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肯定特委屈吧？没有，我觉得确实有一点点。说的这确实有一点点是我确实做的有点不对了，对婆媳这关系。但是我觉得老公这方面的话，我觉得还是看得出来你委屈。男生啊，他怎么对你不是你出去花的理由和借口。老师们说的特别对，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时候，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生活的磨难。你今天绝对不会站这儿矫情，你也没时间再去弄戒指了。生活有的时候需要累一点。接下来时间留给他们夫妻吧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老婆，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喜欢你的眼睛。我觉得你的眼睛就是特别的清澈，特别的善良。我不想因为这一点小事情我们就此分开。今天来到这个节目，我觉得我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。我想以后我会应该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好老公、好父亲。老婆，我爱你。其实我第一眼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很喜欢你了，不然的话也不会说打3个月电话就会嫁给你，你知道吧？只是你最近做的是，确实对我很不够关心。我再想想吧，我觉得，好了，回去吧啊！生活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谢谢2位，请回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他们会做出一个怎样的决定呢？请开门。
男嘉宾小王22岁，来自河北，是一名学生；女嘉宾雪雪2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也是一名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半个同行是吧？你们也主持节目是吧？说在学校的时候。是的，我们2个系一起联合主持一场晚会，迎新晚会。刚好我是男主持，她是女主持因为这个结的缘。然后呢，你就下了黑手了？不是，是我先喜欢的他，然后就是特别喜欢他。面试的时候，但是他就嫌弃我长得特别丑，然后我就各种3番5次追他，他从来都不理我。最后我们主持晚会那天就有化妆，然后穿礼服，他觉得我长得好看了，然后才勒我几句。就是说你不喜欢素颜的他，你喜欢浓妆艳抹的他，是吗？都喜欢。哎呀呵，那你追了他多久啊？是我追的他，后来追的可辛苦了。不是他追的你吗？我追他，他不理我，然后他看我好看了再追我，我就不理他了。哎呀，你们俩这虐恋呐！我当时追他的时候，有一次印象特别深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我们学校操场上，然后我用32台电脑摆了一个心形，然后在上面写上我想对他说的很多话。然后就跟他表白嘛。当时很多人面，当时挺轰动的。结果他当场还是没接受我，是挺轰动。当时就是我们学校都知道这件事儿，当时才大1嘛，我就不想答应他。但是最后双11的时候嘛，大家都成双成对的，还有人在。双11不是光棍节吗？就是体现我是光棍，大家都是成双成对。然后我们楼下有好多唱情歌的，当时就我不想再一个人了，然后我后来就答应他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他人是挺善良的但是脾气特别大。不是，是他脾气大。今天要来也是我要来的。他现在死活要和我分手，但我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哪儿做错了。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分手。你想啊，当初你喜欢他的时候，他不喜欢你；你不喜欢他，他追你。现在他说要分手，你非不分手，他一定分手。你分了手，他就不跟你分手。微微，你还是分手吧啊！我们都在一起4年了，我特别舍不得。但他就是要和我分手，就说我脾气大。但其实他脾气特别大。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厦门，我们一天玩得特别开心。等我们回到宾馆的时候，我肚子就特别痛，我就说你给我倒一杯热水呗。他就在旁边玩游戏。然后他跟我说一句：“你自己没长手啊，你自己拿去啊。”我当时是话重了点儿，我那句游戏挺关键的，我之后我会给他倒的，他就一点都等不了，半分钟都等不了，我那么疼，我动不了，我一步都动不了，他就是不给我倒水去。那你说你呢？你后来呢？我就因为没给你倒水，你就闹着要回学校。咱旅行计划多久啊？你回去什么劲儿啊？我当时肚子特别疼，我是强忍人肚子疼，我下去收拾行李。我其实就是想装一下，让他看我一眼我收拾行李，其实我上哪儿走去？我走不了啊。然后他就开始，他真给我收拾行李，把我所有行李打包好了，就给我轰出宾馆给我找个出租车，然后跟那个司机说给他送火车站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什么都没管。我当时也是气的，你说倒杯水不行，然后你能自己下去收拾行李，多让人生气啊！我那游戏要耽误我都输了。我爬下去的，我那么疼。然后我当时在火车站，我一个人根本买不着火车票，然后我给他打1宿电话，一开始是不接，后来直接就关机了。我一个人在火车站躺了1晚上。你说这我脾气大，他脾气大，现在还跟我作，还要跟我分手。你们俩脾气都够大的了。那经历过这件事之后，你们怎么没分开呢？他找我道歉了。你道歉了？我是找他，我第2天醒了，我觉得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当时在气头上，有点冲昏头脑了，我就去找他，就在宿舍楼下，我站整整1天呢，在宿舍楼下。后来你不该呀，那不该吗？该，他后来他原谅我了，后来原谅我之后，然后我对他真的挺好的，我基本上除了睡觉，我每天就是陪着他。现在为什么你要跟人分手呢？我是觉得他还是那个样子，因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就跟我生特别大的气我就连喝口水，然后他都能跟我急眼。那喝水那事本来就是你的错怎么就我错了？当时我们俩在河边走嘛，我喝了口水，我觉得有味儿，我就吐了，然后他可倒好，就因为这件事儿，叨咕一路。是那么简单吗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刚看过一部非洲纪录片，就是很多非洲人1滴水都喝不上，好多人就因为没有水就死了，真的是活活渴死的。他那时候那么一大瓶水，满地吐，咣咣往下吐，那些水能救多少条人命啊？那我就教育教育你啊！第一，你不珍惜环境；
第二，你也不珍惜人家的生命，你这点水能救多少人啊？我教育你一下不行吗？你说就因为这点事儿，我说他2句，有可能是我说话重了，或者赏他一下。你说什么了？我说你神经病啊你啊，多大事儿啊！他说我装清高，说我装的，那我就是好心。后来你还赏他了？对，我赏了他一下，谁知道他真就往河里跳啊！你都赏我了，不就想让我跳河吗？他把我往河里赏，我就随他去。跳了。河水深吗，姑娘？到这儿。我真没想到他能跳河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下去救了吗？我救了呗，我能不去救他吗？啊！后来我拼了命给他拽上来了啊！我觉得他，你说经过这么大一件事儿，肯定这人肯定改了，不会再这样有这种毛病了。结果他后来他还是这样。他就一直数落我，从头到尾，现在事儿全是我身上。你自己想没想过你自己有啥问题？我俩在一起4年，从大一我小鲜肉，我是学妹。我就跟他在一起了，我没有过自己的生活。这4年，每一年周年庆从来没给我过过。第4年，我自己买了一些气球，然后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。然后他进屋给我来一句：“这咋这么磕碜呢？这气球，这黄色的不好看。”你这样让我心里多难过吗？我就说那2句，咱俩在一块儿天天开心就行了呗。那么多庆祝干嘛呀？就追我的时候对我那么好，然后之后对我就特别冷淡。就这点事儿，你至于犯得上就把咱俩在一块儿那么久，攒那么多东西，你往河里扔吗？你瞅我啥都不顺眼，我就扔那些让你顺顺眼呗，让你清静一下。扔河里我不管了，我能接受，但他整人玩失踪，我真接受不了啊！你知道我多担心吗？我整整3天我找不着你人，你朋友没人知道你去哪儿，你寝室也没人。我最后通过你父母，我才知道你偷偷跑回家去了。我怎么我就偷偷跑回家？我想家，我回家不行吗？我跟你在一起4年，我感受过一点温暖吗？我爸我妈从小对我娇生惯养的，到你这儿，我每天给你洗衣服。哎呀，你说这养闺女有什么好啊？都给别人洗了，也不给老爸洗。所以我就想家了，所以我回家了。我怎么了？那我后来不也劝你去了吗？苦口婆心跟你说。是你后来是劝我了，然后我俩又重归于好了。然后好了之后，他就对我还是就那样，就听明白了，特别冷淡。这次为什么要分手啊？这次主要就是他又生病了啊，然后我陪他去一个医院。他陪我点滴，当时我烧了40多度，都已经对，真的是晕了。晕之前我跟他说过最后一句话，说你帮我看着，我在输液嘛。他答应我了，但答应我的时候眼睛看屏幕，还在那玩游戏。然后我睡着了。谁玩游戏？我当时你就是在那玩游戏呢。我朋友给我发信息，我回人个信息。你发啥信息呢？屏幕上都是游戏界面，你当我瞎呀？就是玩游戏呢。后来呢？后来你知道我咋醒的？就是我是活生生被疼醒了，那个针那个血都已经回流到上面那个小葫芦里了。他还在那玩呢，我一疼，我发现不对劲儿。就那几秒钟的事情，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几秒钟的血能流那么快呀？能回流到上面去啊？什么都狡辩，就是不承认自己错误。是我是有错，那这点事儿你至于又叨咕我一路吗？我不该叨咕吗？我叨咕你1天，我应该叨咕。你一直叨咕。那我受伤了不能叨咕你吗？那我就不能还2句嘴啊？你不能还嘴啊？那我还你2句嘴，你往马路上冲啥劲儿你啊？你那么凶我，本来就是你做错了，我伤不伤心呢？哦，这姑娘等于又准备游车河了是吧？但是我特别生气，我就挣开他，我就想跑。要不我身手快，他现在早被车撞死了。啊，真想分手啊？我是觉得真的，我跟他在一块儿，我特别害怕，要不跳河，要不你说撞车，哎，那你说你自己有没有问题啊？不，姑娘，确实不想分手哈。以后还跳河不？当时也是冲动，不是故意的。就以后还那么冲动不？不会了。老师们，你们看怎么办吧？丘比特问卷。姑娘，您跳河那一刹那，你想的是什么？第一，我气他。因为他让我不爽了，所以我跳河气他吓他。第二，没法活了，这生活过不下去了。你想的是哪一个？都有吧，又想气他，又不想活了。他一点台阶都不给我下。你要是现在真想救我，你给我个台阶下，我不就上来了？不管他有没有给你台阶下，但我姑娘，我告诉给你，如果在恋爱的时候做出冲动的举动，至少证明这个冲动举动的人，第一，他的自控能力太差了。恋爱吵架只是生活当中最小的挫折，生活当中比这个挫折大的多了去了。未来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去上班，你的老板骂你了，那你怎么办？难道你跳楼啊？那可了不得啊！所以自控能力差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最重要的，太自我了。
以跳河这件事情来讲，你的冲动举动让我有一个担心是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特别害怕，不知道哪一件事情做错了，你又做出冲动的举动，第一可能伤了你，第二其实你还会伤了我。比如说撞车河那件事情，万一真的把你伤到了，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他可能真的怕了。所以姑娘，我想告诉你最后一点是，在爱情当中，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，你没有办法让别人去珍惜你。对于男生也是一样的，他冲动你的这种焦虑我也能理解，但是我实在理解不了的是，一个能用32台电脑布一个新政的男生，怎么在周年庆的时候不能做一点浪漫的举动？爱情不是你光说2句话就可以了，爱情最重要的是，在他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得体谅他；在他需要跟你2个共同共度难关的时候，你真的得陪他。如果你真的陪不了了，千万不能说我在考虑我们要不要分手。你真想分手了，斩钉截铁跟他讲，我们俩不合适，是因为你的性格和我的性格，我们俩得分开。这是你应该说的很男人的话。女孩，你知道真正不给你台阶的人是谁吗？他就是你自己。每次你都要把自己往那么高的楼层上垒，一定会有那么一次，他想给你台阶也给不了，因为你站得太高，你把自己推到了一个别人无法给你台阶的那一步。难道你的生命，你所有的价值就是围绕他？只有他能顺着你，你才能找到自我吗？因为事情做的开始就是他不对的，所以我不是。如果说情侣之间2个人一定要分出谁对谁错的话，那他们俩不是在一起谈恋爱。我感受他每一次的道歉都心不甘情不愿，确实貌似是和好了，其实裂痕又大一点。对，每次一天一点裂痕，你从来不给一个弥补裂痕的余地。还没好呢，又制造一回，一次又一次的，你是在作呀。要爱他，就踏踏实实的，别做出一些自己都不能控制后果的事情。你可能一时冲动，但是每次都冲动的话，你太不成熟了。不能每次先把自己甭管是生命还是自己的尊严全抛出去，期望就是你给我接着啊，你不能让我丢面子啊！我跳水里我不会游泳，你也救我去。啊！我在朋友面前这么说你，你得给我服软儿，你不能每次都这样，因为你其实底气是不足的。对。你不知道他下一次什么时候就拜拜了，你吧唧你就摔在地上了。但我就希望每次我俩吵架的时候，他能先哄我一下，哪怕认一个错，他从来都没有。包括你们去旅游，每一次都说我要表示出我很生气，你得留我吧。没想到人家直接给你送火车站上了。这真不是谈恋爱，谈恋爱不是这样的，对方已经觉得你不可控制了，甚至于是怕你了，怕久了呢就累了嘛。要看重自己，自己对于他的价值不仅仅是给他洗衣做饭，是要让他给你制造无数出他真心情愿的那些爱意来，不是你要，更不是你逼，明白吗？好好的相处，别老作了啊。你们俩的相识用一句话来说是，一个打劫的被打劫的给打劫了。男生本以为女生是一个很容易搞定的人物，但没想到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他搞不定的事儿，因为他碰上一个不要命的。所以相反，最后他是被你给打劫了。坦率的来说，男生在你身上是不用心的。他整个跟你在一起相处就是4个字：心不在焉。种种事例可以证明，男生是一个形式主义者。32台电脑也好，以至于后来的种种道歉也好，其实他是没有用心，他只是形式上而已。每一次在道歉的时候，都是口服心不服，压根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所以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。倘若我们想想，一个男人真的把心用在你身上，别的例子不举，就说这个打吊针的事儿，近在咫尺，血居然能够回流到这么高，那不是打点滴，那叫抽血。所以这个男生有多么的不关注，在我看来，他对于这一段感情是不慎重的，没有用心去爱护你和关照你。但是你有点太作践自己，
一段年轻的爱情，成熟的人一听，既荒诞又荒唐。老师们给你提了一个醒：面对未来，希望男生和女生都在爱情当中不要失去自我，学会自尊。不想在一起就分手，别再闹了，好吗？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咱俩都在一起4年了，我现在生活中都是你。我为你付出也挺多的，而其实我说的都是你的不好，生活中你对我还是挺好的，所以我不想失去你，我以后会改的。其实我就闹过2次，以后也不会再多了。希望你别走。其实说实话，咱们俩在一块儿，你挺照顾我的，我心里特别感激。但是我不知道你这种性格到底能不能改了。我肯定能改，别和我分手了吧。请回吧，请开门。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改正这一点。男嘉宾小王来自黑龙江，30岁，酒店职员；女嘉宾小贾27岁，来自黑龙江，也是一名酒店职员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是一家酒店的吗？是啊。是啊。这个恋爱多久了？1年多。今儿为什么来这儿啊？分手。哦，来分手。生活里分不掉吗？他不同意。哦，说说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好吗？就觉着不想跟他往下处了，觉着没有意思。哦，没意思。觉得他这个人特别没劲。那1年前怎么觉得他那么有劲的呢？1年前都是伪装，现在都改变了。哦，了解了就发现啊，你有这么多的缺点是吧？是的。能说说吗？让他分手也分得明白啊。就是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吧，这人特别好，然后挺有学习的那种动力的。后期在一起时间长了，发现他这个人特没劲。就爱看一些那种武侠小说，以前我们俩都一起看书，然后看的一些都是就什么酒店管理的学习的书。后期净看那些武侠小说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我觉得他都快钻进去的那种感觉。武侠呀？武侠、穿越都看。那我上一天班都怪累的，回家了，然后那个我就看一会儿书放松放松。那你累我不累吗？咱俩做的是一样的工作，谁不累啊？那我看书我就能放松啊。你看书你就放松，那我上一天班，为什么我回家我还要做家务啊？那家务是男的做的吗？对，那你就这种大男子主义。我回家还得做家务，然后得收拾屋子。他吃完饭连桌子都不捡，碗一推抬腿就走。然后进屋之后，他的衣服包、什么鞋、手表得哪儿撇到哪儿。只要他回到这个家，我就觉得家里一点好地方都没有了。那回到家里很自然，就是自己家里嘛，到家里面随随便便往那一放就可以了吧？然后这还不要紧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他越来越抠门了。抠门。然后没事儿，你说我就喜欢购物，买点衣服什么的。只要我一花钱出去，回来跟你算账。那不是你说买衣服，你说正常的买衣服1件、2件、3件够穿就行呗，是不是？买那些衣服呱呱整一大堆，那柜子里面都满了，完了，一开门哗都掉地下了，你说太浪费了，是不是？那你看现在谁家女的上街一次买1件衣服，你见过吗？再说我现在还没花你的钱呢，买衣服不行，那我买化妆品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？我买点化妆品回来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买这一堆什么用啊？是你说的吧？是我说的咋的了？你怎么呢？我就想不明白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，这么抠门呢？那你那化妆品整的一大堆，什么又乳啊、霜啊，什么乱八七糟的，抹一层又一层，那家抹都掉渣，瞅着都腻。你瞅着你可以不看我呀，我让你看了吗？那我说分手咱俩就分得了呗？是谁死赖着不走的？买化妆品，我买工艺品的时候你怎么说吧？家里添点东西你怎么做的？买什么都不让，只要花钱就不行。那衣服我没买过呀。那我没给你花钱呗？我比你挣的少吗？我没说你比我挣少啊。你别跟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没劲。最开始那几个月可好了，把钱交给你，后期就一天到晚担心，总怕钱被我花光了。就这样你能找着媳妇吗？谁敢跟你过呀？这个现在工资在谁手里啊？在我手里啊。那你还说人家？他不让我花呀。他现在你知道他现在开完支都什么样？都不回家，花完钱再回来。我花钱他觉得浪费吧，他开完工资跟他朋友出去吃饭，然后出去玩。第2天花完钱了，拿着钱能回来。他就一天晚上就能把钱都花完。不都花？那你说1个月他就能开个4、5千块钱，出去花个几百块钱，有的时候花个1800的，回来还剩什么了？我们2个在租房子，
然后我再有一些。不是姑娘，你这个账算的也太大了。1个月挣4、5千块钱，出去花个几百块钱，那还剩个4、5千呢。几百块钱你得看花几回呀，他是盯着花。那谁还没有个朋友啥？交朋友也不正常点事我现在觉得你挣的钱，就你去了你自己花，你根本都没有养我的。还有，那你这个能花钱，谁能养起？那脸光哗哗就抹，谁能养起呀？那你当时找我上你干嘛了？现在后悔了，后悔不正好吗？多合适啊！对，那我不干。为啥呀？啊？那我还得赔偿你点精神损失费呗。不乐意，他脸上都掉粉渣儿，又花你的钱，那这好了，那我也不同意啊。然后你知道他这人都什么样吗？老没劲了。我们楼下有那个就是美容美发的地儿吗？然后那个门口天天有发单子的，然后跟他说大哥，你看你来我家吧，意思我给你便宜点，然后打折，第1次免费，去了吧？去没去？他去美容啊？我去了咋的吧？他跟我说去剪头。那我去剪头不正常点事吗？就你那2根毛1个月剪几次？你家头叫毛啊？去了之后回来不跟我说，是我们隔壁邻居告诉我的。我整头发毛，你那头发那老长，整一下头发就得花好几百，那不是浪费啊？秃子倒是不浪费，你找个秃子呀。对呀。对呀，那你还不跟他分手？你这人说话。来接着说。然后去剪头不要紧，盯着往那跑。那个美女跟他说那个意思，他那个脸上抬头纹不特别重嘛，然后说让他去做脸，做脸你别做呀。我做的时候你觉得我做人，那你为什么还去打扮你那张脸呢？你那张脸有投资的价值吗？你告诉我。我做脸是咋？我做脸我剪完头了，他说那个大哥，你从这嘎达，我这新进的美容的什么那个挺好的效果，把你的脸褶都遮没了，然后回去你也抹的满脸掉粉啊。有意思。我不是抹的脸掉粉，我就是偶尔抹一下啊。去做美容去，让人给他刮胡子啊。那胡子搁家有刮胡刀你就刮呗，3天2头去那让人刮1次。那刮感觉能一样吗？啊，对，是确实不一样。有美女给你刮能一样吗？哦，你的重点不在于他花钱，在于那儿有美女是吧？还花钱，然后还去那个勾搭那小姑娘。啊？这么老实的人，你觉得他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是不是？我最初也觉得他特别老实，但是后期感觉不是那么回事。我觉得他就是去剪个头、做个美容、刮个胡子，怎么还勾引小姑娘呢？哎呀，真不是！我跟你说，要是一有女的找他办点啥，说王哥，你帮我干点啥事儿，蹦高高往上上，都脑袋血浆往上冲。真的？哎呦，那谁还有个女朋友啥的，办点事啥的，那你那是女朋友吗？你告诉我那个女的找你办事，你脑袋血没血浆往上去？我去了，咋的吧？对，我不能咋的，我现在我就不想跟你在一起了。啊。然后啊，他不有那个微信吗？手机从来让我看的时候都是锁着的。哦。有一次我家来个人敲门，他在那正跟人聊着呢，手机放那儿去开门去了。我正好过来拿一看，哎呀，跟那聊天记录跟小姑娘聊的，你都听不下去。咋的吧？你给我们背背。啊，亲，吃了吗？然后那边说还没呢。啊，亲，晚上吃点什么呢？打算。就说这些东西，你说你都有媳妇了。那现在玩微信的不都是这么说吗？亲爱的，干啥呢？那都这么说话吗？谁这么说呀？你见过谁这么说？除了你之外，我是没见过。那现在都那么说。都像你这么说呀？对呀。哎，那我说你的时候，我就问你，因为你聊微信的事，我跟你吵过多少次？你先别吵了，那咱俩刚认识，我是不是也这样说话？你那时候你跟我是这样，你跟别人是不是这样？我真不知道。你不告诉我，你把朋友圈女的都屏蔽了吗？是谁说的呀？不跟你的聊天吗？那谁还没有几个朋友啥的？现在没事，走到哪儿都摇一摇，是先进了，是你干的事儿不？然后我说不让他跟那帮女的聊微信哈，你知道人家做出一个什么举动吗？哎，也不跟你吵。不管晚上几点哈，吵完架之后10点多也好，11点多也好，人出去啪摔门走了。一宿不回吗？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回来。哦。我朋友打电话出去玩去了。你不是跟我吵完架？我不想回那家，是吧？你回家就得磨磨唧唧的，磨叽不完，从那嘎达。你不是跟我吵完架走的吗？你是朋友打电话你去的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如果你不想回来，你就别回来。啊。那是我家，我干不回来啊？你咋不走呢？我走，你让我走吗？那你不行走。我觉得你这种人心里都变态，你知道吗？心里特别变态。我倒有一个关注点想问一下啊，他都这样对你，花钱又不仔细，对你又不好，还管着你，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分呢？因为他优点太多了。哦。你说这话你不觉得可笑吗？还我优点太多了。现在在你眼里，我觉得我全是缺点，一点优点都没有了。你说他3个优点，我们听听。第一个漂亮。啊。第二个，我可能不漂亮，但是我配你，我绝对能配得上。第二个就是爱学习，你不说我学那都没有用吗？这不你说的吗？没事拿点我这文化巧啊，我这小本毕业的，我这整不了。啊，第3个优点，
第三个有点聪明。哦，聪明，所以你离不开他是吧？对。不是离不开我，是觉得离开我找不到比我再好的了。你真觉得自己那么好吗？我不觉得我多好，但是我配你，我绝对能配得上。我配你1.7米的个，长那样，我配不上他吗？我现在我都觉得后悔了我。你当初怎么看上他的呢？当初他这个人跟现在一点都不一样，哎，特别好，特别会心疼人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刚一在一起的时候，下雨天半夜想吃饭，给你出去买去，然后回家，哎，可干净了，收拾家务什么都干，手机从来不设密码。哦，就是说他以后在夜里给你买饭，手机不设密码，你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？那也不行了。啊，你怎么得罪他了呀？我就要跟他在一起。他太抠了，我受不了他这种抠劲儿。我抠吗？你太抠了。我不抠。我买件衣服花个1800，我都舍得给你买，那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？你是给我买1800舍得买，但是1年只能给我买那么1次。姑娘是要找一大方的男人，对吧？我也不要求说特别大方，但是你得支持我。你说我本身这个皮肤就不是特别好，没事我买点化妆品我护肤，怎么了？你说他可倒好，只要花钱就不行。然后他妈没事还给他打电话，搁背后捅。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就你觉得你这个家庭以后我都不能进你家门，我就后半生栽你家里头。哦，老师们，这个真是个难题啊。你们说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我只求着今天我离开这之后，你不要再缠着我，就 OK 了。咱们两个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啊。也有另外一种可能，你回来了，他走了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孩一直说她特别抠，然后抠这个抠那个，但是我不觉得她抠哎，她只是对你抠而已啊。她对她自己挺大方的呀，能上美容院去办卡，还做美容。她对于自己的很多的开销，她是舍得的。就是对媳妇儿特别抠。我抠啥了？你抠啥你自己不知道吗？行，不是那个好。咱那个我还没说完呢。那个姑娘刚才她说了，你特别喜欢买东西，比如说出去买衣服一堆一堆的。你买衣服的时候有没有，有时候也给她买点儿？偶尔也买。给她买多少钱的呀？100-200块钱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俩都太像了。虽然你会说她太抠了，她对我也不好，你看又那么多话痨。但实际上，在我们眼里，跟你也特别像。姑娘，我提醒你有一点啊，你身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性，你喜欢挑衅，喜欢跟对方一较高下的那种感觉。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那种好胜心特别强的人，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一对男女在一起的话，很难过得很太平，但是往往做到最后又会没有办法离开。没错，跟我的感觉一样，而这种感觉呢，尤其来自于女孩。别看你炸火的欢，我真跟他真过不下去。那你可以走啊，为什么要到这个舞台上？因为他现在不分手，我觉得我俩现在就是 AA 制过日子，他还免费找了一个保姆，最主要的一点还不心疼我，你哄哄我也可以呀，没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觉得就拿住你了。你别看你表面说的欢，你到时候你还是离不开他。我不知道你内心深处的顾虑是什么。即使在一个单位曾经在一起，后来又分开，也很正常。为什么不分开？我觉得最终源于你心里其实对他还是有期望的，还是有幻想的。我就觉着吧，人的本性是很难改的。可能他跟我最开始在一起的那段时间，他伪装的比较多。你听我说，你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。你始终内心还是对他有期望的，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来说，你是在习惯于他这种方式跟你相处。可能换一个人还受不了你这脾气呢，因为他太了解你了，他其实已经是拿住你了。我的想法就是想和平分手，就非常平淡的，你的东西什么我也不要，然后呢我也不会给你什么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再决绝点的话，那个工作你可以不干了。工作如果你真是觉得他对于你来说已经是一种困扰了，烦，但是工作是不会不干的。OK， 工作还要做，他还是你的同事，对不对？他不可能离开这个公司吧？但我希望他不干。这你不讲理了，你只能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我就是希望他离开我的世界。所以你要坚决，你的坚决不是表现出你说了什么，你怎么去说，而是选择于你的动作。男孩跟你也就说几句话，如果真心挽回他，而不是给人感觉说你是赖在他身上，你是期望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话，先改变自己。你在家就应该付出你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不应该在
不告诉他，或者说突然就消失，然后再回来，种种做法都是你做的错的。而这个女孩，我觉得她是很看重你们以往的感情。她说你说的我们听起来挺厉害，其实人家背后真是对你付出了太多，对你真是失望了。你要真心的想挽回这段感情，而不是赖着对方的话，拿出你的行动来，好吗？你们俩好了多久啊？1年多。才1年多？就这么难舍难分了？也不是难舍难分，就是不想处了。我没感觉出你不想处了，我感觉你经不起他的软磨硬泡。虽然你的话刀刀致命，每一句话都点到男人的自尊上。你也别看他嗓门大，凶你，但是他该软的时候他会软。你刚刚听他对你的评价，几乎都是优点，没有缺点。漂亮，聪明，看书。但是说句实在话，在你内心深处，是你自己太纠结，你自己根本不清楚该不该走下去。别看你说的那么的斩钉截铁，但是你今天能做到不出来吗？能。真能啊？能。那你到这儿来干嘛？因为我想让他就是，也通过这个电视台，他永远的离开我，离我远一点。你在生活当中能够斩钉截铁的离开，他就能离开啊。你干嘛到这儿来呢？但是我舍不得我的工作。不是舍不得工作，你是想到这儿来诉说你有多么的屈，多么的冤。跟他在一起，这个男生不懂得体贴自己，也没有上进心，又跟别的女生有所暧昧，然后又不理解怎么去在生活当中保养你。你对这个男人种种的一些抱怨，都写在了脸上。但问题是你从内心深处，在每一次决定要离开的时候，你离不开的。所以说，真正纠结的是你自己。你要是真能斩钉截铁的走，你根本不需要到这儿来。这个女生，你已经把她看成了老婆了吧？看成了。那多花点钱怎么了？也没少花呀。那俩人过日子以后不得攒点吗？那你也花呀。再说了，就即使是让她多花点，怎么了？她能把她都花光啊？能吗？不能。是啊，那就让她花呗。她花，她能花多少啊？你既然要把钱交给他，你就要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当然，我认为其实他对你最大的抱怨，并不在于花不花钱的问题，是他跟你在一起看不到未来，你知道吗？不上进，跟别的女生暧昧，家务活也不干，哄女人也不会哄女人，也不会心疼别人。你说别人在一起跟你干什么？如果你是个女人，你愿意跟这样的男人吗？不愿意。那不就是了吗？你自己都嫌弃自己了。是吧？所以不要在关键的时候就开始软磨硬泡耍无赖，知道吗？你要是有这个本事，你就跟他说你走，人家要留下来，你就好好干，该付出的付出，该花钱的花钱，你说呢？对，就这样。问几个问题啊？心里有他吗？有啊。有好几天不回来。那不出去挣钱去了吗？你下次他说有好几天不回来，你说以后不敢了。你挣的钱呢？这钱都给你花了吗？我挣钱都乱花了，以后我好好花。你们俩不会好好说话是吧？他搁家就这样，我钱不都被你花了吗？啊，听出来，知道你委屈，像男人一点，别那么欠了啊。老师说那些话都对，嘴欠，跟女人那么吵架，手欠。要不然就把钱自己抠着，要不然你就都给他，你就不管了吗？又要管，想清楚啊！接下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你说的那些我缺点，我以后一定会改，然后把这个抠门也改了，真心的对你好，还像以前一样，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很开心，也很快乐。我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谢谢你。谢谢，但是我觉着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为什么呀？好自为之。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？我已经把以前的坏毛病全都改掉。我太累了，你理解不了我的那种心情。如果今天人姑娘决绝的就不来了，不出来了，你愿不愿意跟人家和平分手？别再纠缠人家了。不愿意。
我还是不想分手。哼，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没明白，一个人啊，当妈当的有点累了，不想带着那个小宝宝玩了。你倒是长大一点，两位回吧，回吧，请开门。男嘉宾小玉23岁，来自辽宁，影视制作；女嘉宾小兰25岁，同样来自辽宁，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暴脾气？对。看不出来啊，斯斯文文的。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是那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，然后一起去玩那个真人 CS 当时吧感觉挺不错的，对我也特别照顾，感觉吧就是性格挺直率的，就是挺 man 挺爷们儿的，而我本身性格吧也挺直的，我不喜欢磨磨唧唧的那种人，感觉我俩性格挺相似，再加上他追了我一段时间，我就考虑了一下，那就相处试试呗，可是。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吧，我就发现他脾气有点急躁再后来吧，我就发现不仅仅是急躁了，就有点暴躁相处吧，发现好像就有点狂躁了有的时候就是自己莫名其妙发脾气，像定时炸弹，随时就能引爆。我怎么是成定时炸弹了？我能把自己炸了怎么的？你看就这样，总是莫名其妙发脾气。我们刚相处的时候吧，朋友一起出去那个饭店吃饭，大家相处特别愉快。女生之间就爱玩自拍嘛，就在那玩自拍；男生就在那喝酒，整个过程都非常愉快。到结账的时候吧，就是他朋友就说这顿饭我请，挺好啊。结果他呢，他偏不，他说不用你请，我出。那男人面子的问题你懂不懂？咱俩出去请人点饭，你让人拿钱，不打我脸了吗？那也用不着打架呀。我那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往边上步了一下，我让他你别结了，我来。他就动手打我，我有什么招啊？那你朋友结账不是也好意吗？挺愉快的事儿，你非弄不愉快结束吗？后来吃个饭谁付账有那么严重吗？这不是男人之间面子问题吗？没有什么面子，这顿他付，明天你再请他一顿，你付了不就完了吗？他非要跟我抢，然后就跟我俩打仗。其实这事儿吧，我也没太跟他计较。过后了吧，他朋友和他都觉得自己态度不太好，我也说了他几句。喝了。酒后撒疯啊，那是。我也说了他几句，然后这事儿也过去了，他和朋友也和好了。因为我朋友说，哎，上次那事儿闹得挺不愉快的，咱们再一起吃次饭嘛。这次来家里吃，别因为结账再打起来。去谁家吃他们又打了？不会吧？不是，更可笑的是，他朋友不打了，跟人小区保安又打起来了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保安写磨叽，我都说了，我把身份证、把证件都压着，他就不要我进，还给我俩犟。哎，我简直我弄得闹心。你干什么了？你自己干什么了？我干什么了？我这你不都是打的？我这一脾气上来我就咣一脚把那个栏杆给踹折了呗。这多野蛮啊！这样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本来挺开心的事，每次都因为他暴脾气，最后不欢而散。后来还有一次接我下班，我有个男同事跟我一起出来，都顺道嘛，就一起走呗。上车了，然后那个。就是男同事，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的，就玩那个车窗。哎呀，别提那个同事了，哟，没见过世面似的。我那新车刚买，他坐后边电视4搁那扣起我那个电动开关，那车窗这嘚儿啊下一下，那不车不弄坏了吗？我还说他，我说你别弄了，别弄了。他还给我顶嘴，我就能怎么了？我这不是有火，我下去我给车门拉开，我就薅他脖梗，我就下来该爱上哪上哪去。完了我就开车就拉他回家了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是我同事，到时候我怎么跟他？那哪同事怎么哪同事有像样了？那我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你不会为我想想吗？你不想想后果吗？每次都这样，什么事都是别人的不对。还有一次更搞笑，我们俩吃饭，上来鸡腿他就夹吃，第一次夹吧掉了，第二次夹又掉，第三次夹吧还掉了，结果他特别搞笑，就。使劲拍了一下桌子，那么安静的一餐厅，使劲拍了一下桌子，全餐厅的人全看我们这，当时我脸就挂不住，立马红了。他不但拍完桌子，还把那个筷子给掰断了，然后自己还在那说，我还夹不上来你了。我们上次不回家都跟你解释了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我那些公司那些破事闹心烦，你这样子拿出来说干什么？
我根本就受不了你这臭脾气。当时我觉得面子挂不住，转身拿包就走了。我干活累一天了，回家逮点饭，逮个鸡腿他妈鸡腿都给我做对，你让不让我活了？那你一大老爷们儿有脾气回家使啊？我什么时候冲你发过脾气了没？你是对我不错，但是你每次都好心办坏事儿。现在天不是冷了吗？暖气不太热，我父母在家里，然后正好赶上他去我家吃饭。然后就给那个暖气工人打电话说那个来修一下暖气。暖气工人来了之后说你家这暖气不太好扭，回去拿那个工具。我们说好，我们正在吃饭，结果他饭都不吃了，跑去扭暖气，非说他能扭，结果给我家的暖气阀都扭坏了，就断了，那水都满地都是，全家人都不用吃饭了，全跑去弄暖气了，水漫金山呢。我也没想到后果成这样，我也想哪把以前表现啊，结果就是没表现好呗。反正他是臭脾气，我不想再忍受了。哎，他跟你发过脾气吗？我没跟他发过脾气，跟我很少，但是他每次都跟别人发脾气，也会影响我情绪。就这个脾气，一把火就能给我点着了。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呗。控制不住，就是一把火就点着，小事也能点着了。他点爆自己都分分钟的事儿。就是火。他一般是秒钟吧，我觉得分分钟你说长了吧。同意。那你现在女朋友提出要跟你分手，你怎么办呀？改呗。能改吗？压制呗。能压住吗？我平常也不是很容易发脾气的啊。那平常好说好话好商量。你跟我讲理，你看我能无缘无故跟你发脾气啊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小区保安我看挺讲理的呀。好说好赖，他就不听我的。我把钥匙都压着，他也不听，不让我进。然后你就给人踹了。你不能动手打他呀！脾气一上来就咣一脚就给人杆给踹开了。啊，杆踹开赔了多少钱啊？没赔多少钱，跟他讲和了。讲和了。哎呦，你这么要脸的人能认错啊？不是我认的错。他朋友最后好好说，然后解决了。他当时也没跟人小区保安认错，永远都改不了。那你们俩的感情好吗？本来感情挺好，但每次因为这种事儿也吵架。我总说他，他有的时候也不耐烦。现在有点怕是吧？有点怕，说我老说他，会不会有一天他脾气真的起来了？现在是恋爱状态，如果将来结婚了的话呢？所以挺担心的是吧？对啊。对你来说，面子是不是特别重要？不一定，你得分情况。你这未来的岳父岳母在你们家吃饭，你是不是也是因为面子呀？那肯定得收敛着点吧。哼，你会修暖气片吗？那小事嘛，就暖气阀放个气儿。你会修吗？这家经常也干过这样事儿啊。干过吗？干过啊。哦。他那个暖气阀就是锈死了，没办法，直接连一块下来了。啊，那怎么还干砸了呢？锈死了一拧不就砸了吗？锈死了一拧怎么就砸了呢？他那就把自己感觉掰断了呗。怎么就掰断了呢？你别说了行吧？我上来我要跟你发火了你发火呗！你看到这儿他还是控制不住，所以小伙子你仔细想想，到底哪儿出问题了？老师们怎么办呀？我们这儿有一个大火药桶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家里人也都这么大火气吗？没有，他们和我不一样，我这动不动就发火，一把火就能把我点着了那种。你是自己控制不住啊，还是你自己也不愿意控制啊？有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，就是一点小事就能把我惹着了，那有啥呀？啊，这样。对。我刚才在观察你，我发现其实你有很多的这个行为啊，有那种过激的那种表现，包括你在肢体上会有一些，比如说。啊，在说到某些事情的时候要踢腿啊，包括这个拳头啊，一下子你会有一些肢体性的反射。当发生了一些不顺你意的事情，你会有一些条件性的反射。对。但是你没有对自己进行克制，反而是任由它继续的发展下去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身上是有一定的暴力倾向的。你的这种暴力倾向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你自己在纵容自己。你说了几个事件。都是因为别人没有顺着你的意，啊，保安没让你进来，人家是遵守那个规章制度，说我就不能让你进来，然后跟朋友在一块儿呢，你觉得他不给我面子，所以又要打。其实你是在性格当中是一个特别任性、特别自我的人，你任由自己的这种暴力的一些小苗头越演越烈，
小伙子，从目前的这种行为来看，你根本丝毫都没有克制的意思，甚至你在刚刚说完要克制之后，主持人在问你几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说你看你把我的火又激上来了。你想想，在这样的一个全国的平台，那么多的观众都在看着，你都没有说表现出稍稍的一点绅士的风度，你没有这种意识。暴力的这个状态啊，其实是可以自己通过自己的一些行为去控制的，但是你现在做不到，你甚至觉得自己那种大打出手的那种状态特别帅，所以以你现在这个状态，我认为你应该先放这个姑娘走，因为我站在一个女人的角度，我特别害怕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那种肢体的表现，我都有一点想躲的意思。如果今天这个姑娘说我不想跟你继续走下去了，你能不能先克制自己，能够把我这个小脾气控制在最小的伤害的范围之内，再跟这个姑娘谈以后的事儿，你能做到吗？可以。狠事儿狠话咱都别干，更不可能啊！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之前对她其实构成了很大的一种恐惧感。你要想挽回你的形象，你首先啊，先让自己变得温和一点。把自己的这种性格做一个好好的梳理。如果今天这个姑娘想要离开你的话，咱不纠缠，也不做任何的这种跟暴力相关的这种行为，好不好？你自己这么冲动，吃过亏吗？没有，没吃过亏。我一般也不打架。哇，那你这么冲人家，比如保安发生这种冲突？不打架，对，不打架，打架不犯法吗？那你怎么跟你朋友打起来了？我朋友那天他拨了，他误会了，我就这么拨了他一下，我说让他别紧张，然后他还手打了我一拳。然后你呢？我就是往边上拉，往这推他，我也没动手。你会跟你朋友打架对吗？对，我没动手。保安你也没打起来对吗？你也是踢的那个杆子对吧？对，踢杆了。哦，你还是有所顾忌的，还是怕的，甭管是怕法律。还是怕自己打不过人，自己吃亏，你其实心里是明白的，对不对？而更多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虚张声势。我不认为你所有的都控制不住自己，要不就是喝了酒，要不就是在虚张声势的时候找一个觉得安全的方式去发泄。总之，你要学会自控，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因为你女朋友现在已经害怕了。一个女人最希望对方给到的是什么？安全感。这种安全感有很多种表现，是否专一，还有就是你这种是否能够安全。如果你这样无法去做到自控的一个男人的话，在他来说是极度没有安全感的。他也生怕在今后有可能的摩擦当中，你会对他拳脚相向。所以慢慢让自己长大，让自己成熟。而成熟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，就是说你会自控，你会忍耐，明白吗？先做好自己的内心的一个修养，然后再去追他。小伙子，不要着急，我认为你一点也不坏，只是在情绪上要学会自控，好吗？其实我看你们俩，我就想到一个词语叫“美女与野兽”，我就想到那部电影《金刚》，就谁都制服不了他，他天天是在咆哮着。而且他力大无穷，可以伤害任何人，只有那个美丽的女人可以控制得住他。你看，他又要发飙了。你看，我说他是金刚。我跟你说啊，小伙子，如果你现在还不改的话，你迟早有一天做出来的事情是轻者痛，仇者快。我见过比你更暴躁的人，一个1.98米的大胖子，就是因为前面的一个小个子1.70米的一个男生对他唧唧歪歪了2句。就一巴掌打在脑后掌上，把他打死了。我见过太多像你这样暴躁的人。你大概是缺乏3方面的问题。第一，我觉得你缺乏修养。很多暴躁的人往往是缺乏修养的，他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他没有去顾及他人的感受，来遏制住自己的行为，控制住自己的手，控制住自己的脚，不要让自己血脉膨胀。你做不到，为什么？你缺乏修养。如果你平时多去看看书，多去听听作品，也许你的心情会净化一些，不会那么浮躁。第二，你缺乏敬畏，缺乏对于善良的敬畏，
对于社会的敬畏，对于法律的敬畏，什么都不怕，无知无畏。我想发脾气我就发，你能奈我何？还有第3点，大部分暴躁的人之所以会自我纵容自己，他有一个所谓的理论支点，就是他认为，你看我虽然暴躁，但我也直率啊，我什么都挂在脸上，你看我多坦诚啊，我多真诚，是吧？我性情中人。我最讨厌有一些人在喝醉酒之后，动不动用性情中人来标榜自己，认为自己是一个直来直去、特别天真的人。其实有的时候不过是一种无赖。真正的真诚是把自己袒露在别人面前，一览无余，但同时我也愿意去改正我的缺点，这叫真诚。而有一些人动不动，你看我就管不了我自己，我就这么个样子，你爱要不要？这不叫真诚，这叫无赖，叫发泄，发泄了自己而不顾别人的感受，那你还谈什么真诚呢？脾气大好了不起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脾气也很暴躁。看过节目的人都知道我脾气特别暴躁。但是如果一个成年人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某些言行而丧失理智的话，其实这个人和动物也没什么区别。所以你就是得忍，忍字头上一把刀，你不往自己的心窝子上捅刀子，你怎么可能改变得了自己？咬着后槽牙在听这些话吧？我告诉你，真正的一个爷们儿必须得忍。你身上唯一让我看的还算是欣慰的一点就是，你虽然暴躁，但目前为止，你心爱的女人，你还不曾动过她一根手指头，哪怕是晃一下或者是误伤都没有，这点是我还比较欣慰的。因为以往在这个台上，有些男人以爱为名，说我多么爱她，我对她怎么好等等等等，但其实不断的在伤害这个女生。你倒是没有，在这一点上你还算是个男人，但是你切记，你的这个脾气如果真的不改，到头来伤心的是你的家人。你一旦丧失理智，怒不可遏，到最后你会后悔的。你听见没？就这样。要面子啊！你发现这几件事儿都是女朋友在的时候，要在女朋友面前去绷那个面子，要那个虚荣，是吧？我倒觉得姑娘那个抉择是有道理的，你能理解吗？她害怕你，明白？自己想清楚吧。女生啊，温婉的把这件事处理好。好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虽然吧脾气有点暴躁，但是对你从来也没有发过脾气。我可以为你去改变压制我这个脾气，为了你我可以去改，跟我回去吧。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我挺感动的。我真的希望你能落实到行动上，不是就只是说说而已。我会去改的，放心吧。没话啦？没有了。请亮灯。还年轻，23岁对吧？对。加油吧，改变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请开门。